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今天是3月31号。去年5月1号的时候，我对这个桑葚做了重重的修剪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当时就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：“完了，这桑葚明年肯定吃不上果子了，得等后年了。”还有的说：“这么剪，这树还能存活吗？”今天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看这些果子，这枝条上挂满了果子。只要有枝条，就有果子，从基部一直到尖部，只要有叶子的地方就有果子。现在是3月31号，那再个2-3个星期，这果子就进入成熟采收期，到时候这个果实的体积还会膨大至少1/3到1倍这个样子。每一个枝条上面都是挂满了果子，包括这些下垂的枝子都是，看这边上这种下垂的枝子。可以说，从这些挂满了果子的枝条，我们完全可以回答刚才这个问题。桑葚经过如此的重修剪，一点都不影响它结果子，甚至还促进了它的结果。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回答的第一个问题。桑葚在重修剪之后，它的结果一点都没有问题。今天想带大家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去年在桑葚修剪的时候，我特意做了一个实验，就是我两边的枝条，像我这一边的枝条，我是都通通的剪到，这个是主枝哈，这是1级主枝，然后呢这是2级主枝，所以我是在2级主枝上面剪的，意思就是所有的枝条都短截到2级主枝上。你看这都短截到2级主枝上。那在这2级组织上再发出今年的3级分支，这些枝条上挂满了果子，没问题。那与此对照，我在那边的枝条是全部剪到1级组织上面去的。我们先到那边去看一下。那这一边的枝条全部是当时把所有的2级枝条都剪掉了。今天我们看见这上面的结果枝，这些结果枝都是从1级组织上面直接发生出来的。你看这个是1级组织，是很粗的有一虎口这么粗，有这么粗。所以这些结果枝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结果枝，它是直接从去年在这里修剪之后，把这个1级组织短截，所有的2级组织都剪到1级组织上面去，只留了这么一个光杆。那突发情况，刚才站在这里被活蚂蚁咬了。我们这里活蚂蚁厉害的要命，被几10只活蚂蚁咬了，所以去简单处理了一下。我们换一个角度，从这边来看修剪到1级组织的情况。你看这些枝条就是直接从1级组织上发的。那我们看这样的修剪之后，有没有挂果和刚才修剪的2级组织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看基本上没有区别，这都是从基部就开始挂果，一直挂到尖部上。所以
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，就是桑葚修剪，它的灵活性很强，随意性也强，就是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。假如你的位置不多，你空间有限，你希望每年都把树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，所以你每年都可以种剪，一直剪到这个树的基部去。那假如说你是需要，你的空间很大，你让它向更大的空间发展，你也可以在不同的2级组织甚至3级组织上面去修剪，那都是可以的。一点都不影响它结果子，因为它结果子主要的原理是，你修剪之后，剪口所刺激它产生的新枝子结果的。你看它这些结果都是在这些去年修剪之后产生的新枝上面结果的。今天还想带大家看的第3件事，就是去年结果的时候，发现有很多这种光杆司令，或者是有一大截没有果子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去年的情况。那这个枝子长得很粗壮，去年我也是有点犹豫，要不要把它干掉，因为这个枝子是明显的是在这个树的内膛、树的里面。那当时没有干它，因为它长势很好。而且好像还有空间，但是我们现在来看，它从基部一直到它的中部位置都是光杆司令，都是没有挂果的。然后在它的中部呢挂了一点点果，再到上面又没有挂什么果了，一直到顶上又挂了几个果子。所以这一小枝子，你看它长那么大一条枝，那是消耗了很大的营养。结果呢，挂的果子不多。那像这种情况还有很多，在这个树的内膛还有很多。你看这个枝子也是的哈，也是在基部一直到树差不多枝子的上部，可以说有2/3的部位它都没有挂果。像这种情况还有，那针对这个情况呢，在去年修剪，还有后面的第2次、第3次修剪，就特别注意了，控制内部枝条的密度。希望这种现象今年不再发生。那现在我们来看，实际效果是非常好的。今年这所有的枝条，从基部到梢部都是挂满了果子。你看这，从基部到梢部都是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吧，没有一个是像去年那种空杆的那种情况。去年的空杆主要出现在这种内膛枝，就是说桑葚这个树里面的枝子。那我们看今年的内膛枝，像这个是典型的内膛枝，它也是这个果子从基部，没有什么空杆，没有光杆，一直到梢部。那这个稍微差一点，但是呢，也是有挂果，然后稍微往上面一点点，也是硕果累累。当然，解决这个光杆不结果的这种情况，除了修剪，狠狠的把内膛枝子剪掉，把过密的枝子剪掉以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，去年我也分享过，就是收获果子之后的施肥的管理。大家参考我这一期的视频，也就是叫谢果肥吧。在5月上旬收完果子之后，立马给它在这个底下把这个帽器刨开，给它施肥浇水，俗称谢果肥。这也是促进它在整个夏季、秋季这些枝条能够健康成长，能够长到现在
这每一个枝条都是比铅笔还粗的，像一个小指头，像一个食指这样粗的这样的结果枝。所以这个卸果肥收果之后的施肥浇水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，我相信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么多。总结起来有3点：第一，桑葚是很耐修剪的，即使修剪到去年这样光秃秃的这个样子，也不影响它今年再发新枝。实际上，还刺激它每一个剪口都刺激它发新枝，每一个新枝今年都是硕果累累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桑葚的修剪很随意，你可以根据需要剪到主杆也可以，剪到各级分枝也可以，根据你的空间。那第三呢，你为了不要形成这种空杆枝就是没有果子的枝子，你一定要舍得剪，要把这个果树内堂的枝子重叠枝密度过高的枝子把它剪掉，这样子你的桑葚丰收就是有保证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愿大家都有丰收的桑葚果子。今年也顺便说一下，就是我这个修剪现在也还只是适合我这个品种，也许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修剪方法，大家都要自己根据修剪的一般原则自己进行揣摩哈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